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北上，驱车大约4小时前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。英格兰的我们右边是北海，右边是北海，对，这里对面就是德国，这个前一点就是挪威。北海油田嘛，北海油田呼伦特油就是这里出。苏格兰是英国的构成国之一，位于大不列颠的北部，北临北海，西临大西洋，南接英格兰。它以壮丽的自然风光、悠久的历史、独特的文化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闻名。这里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界了，听说过了前面那个山头就是苏格兰了。我们在边界线这里停一下，照个相。那个蓝底白叉的就是苏格兰国旗，其上的白叉象征着苏格兰守护者圣安德烈殉道时所用的 X 型十字架。苏格兰王国成立于公元843年，1707年联合法案通过，将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。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，具有一定自治权。2014年，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，结果55%的人选择留在英国，但目前独立问题仍是热门的政治议题，尤其在英国脱欧后争议更大。这里右边经过的是荷里路德宫，是英国王室在苏格兰的正式官邸，听说以前女王每年都会来这里住1-2个月。苏格兰的传统产业以威士忌、造船和渔业知名，而它的现代产业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、旅游、教育和清洁能源，特别是风力发电。在民族文化方面，众所周知，苏格兰裙、风笛和格子图案都是苏格兰特有的民族象征。我们现在右边经过的就是著名的爱丁堡大学，是英语世界第6古老大学，它的建校甚至早于哈佛。生物学家达尔文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都是该校校友。好，这就到我们下榻的酒店了，感觉环境还不错。我们先办了一下入住，把行李放下，然后再去市区逛逛。爱丁堡那个房子呢，差不多都是这种风格的那种黑黑的那个石墙，是那个海风腐化造成的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爱丁堡的历史建筑大多使用了本地采集的砂岩，砂岩多孔，容易吸收颗粒，再加上18至19世纪，爱丁堡是一个高度城市化、人口密集的城市，取暖和工业普遍使用煤炭。长期的煤烟排放附着在建筑表面，石头就渐渐变黑了。在过去，爱丁堡也被苏格兰人昵称为老烟城。爱丁堡由2大核心区域组成，这里是新城区，建于18至19世纪，以乔治亚风格建筑和整齐的布局而闻名。而旧城区保留了中世纪的街道结构和哥特式的建筑，颜色也更暗黑一些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到了爱丁堡的旧城区，先来逛逛。这是爱丁堡的幽灵巴士之旅，可以带你游览城市的闹鬼地带。你看啊，它这个吹东西啊，它不是一直吹，你看它当它呼气的时候还在响，就它这个气囊，它的挤压气囊在那边吹。你看，它一直有声音。这里是玛丽金街巷，是一组保存完好的17世纪爱丁堡居民街巷。它曾经是热闹的商业住宅区，如今被掩埋在皇家遗英里建筑群的地下。它以其阴森的氛围和神秘传说而闻名，是苏格兰最著名的幽灵遗址之一。这里是议会广场，是旧城区的历史核心之一，地上铺着古老的石板，这里曾是市政活动与集会的场所。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科本街走走还是很惬意的。听说电影《复仇者联盟》就在这里取的景。这里街上石板铺的路面，哥特和维多利亚混合的建筑风格很有特色。这阶梯上面连接的是韦弗利桥，
但看着这里的高度和角度，我们还是知难而退吧。博物馆这个最大的博物馆，对，那个多利羊就是 copy 那个就是在这里面的标本。这个以前打卡是大象咖啡馆，但现在它关了，不知道，就是没有在这里。以前这里就是大象，就是 J.K. 罗琳写那个哈利波特。前方高耸的那座哥特式建筑叫做爱丁堡中枢，原来是个教堂，爱丁堡城堡就在它后面，但是再往前车开不过去，我们得沿着皇家1英里走上去。这里就是正门入口，门口那2尊雕像都是英格兰的抗英英雄，左边是罗伯特·布鲁斯国王，而右边那个就是威廉·华莱士，没错，就是电影《勇敢的心》里那个主角。依山而建，是的，很壮观的。爱丁堡城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，但现存结构多见于12至16世纪。它是苏格兰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建筑之一，坐落于死火山城堡岩的岩顶之上，俯瞰整座城市。它不仅是一座宏伟的古堡，更是苏格兰王室、战争、宗教与传奇的缩影，被誉为苏格兰的皇冠。爱丁堡城堡曾为苏格兰王室的主要居所，它多次被英格兰军队攻陷，后被收复。后期呢，它成为军火库、战俘营与国家象征。如今，它属于苏格兰历史环境署管理，是顶级的旅游胜地。我觉得这城这么大，只有50万人，好少。这里是国家战争博物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尊雕像是道格拉斯·黑格，他生于苏格兰爱丁堡，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。铲，陷进去的话，铲一下继续。这幅油画叫《寿命出发》，创作于1882年。讲我最快的一种我这种是最快的。这个估计是打赌输了吧。这里是总督府，这里是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馆，是为了纪念在2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冲突中牺牲的苏格兰士兵而建立的。好。国家战争纪念馆的入口在背后，这里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，四边各有4栋建筑。我转一下镜头给大家看看。这栋楼是战俘纪念馆，真实还原了18至19世纪关押战俘的环境。这是大礼堂，是苏格兰皇家建筑中最辉煌的中世纪大厅之一，它曾是王室宴会、议政与授勋的场所。而这就是王宫，曾是苏格兰君主在城堡中的主要住所，里面仍保留着王权的象征——苏格兰的王冠、权杖与宝剑。大礼堂的里边是这样的，好红啊！走，去王宫里看看。这就是著名的玛丽女王，是苏格兰历史上最传奇、最悲剧性的人物之一。这是个詹姆斯风格的皇家徽章。自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以来，下面这个小花园就被用作军队吉祥物和军官狗狗的安葬之地。这是圣玛格丽特礼拜堂。圣玛格丽特是苏格兰王后，死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，成为苏格兰守护圣人之一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爱丁堡城堡游就到这里。下一集我们会去看看英国女王的游艇布列塔尼亚号，它就停在爱丁堡的丽思港。不想错过的话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